农业的芯片的话，我们怎么来优化这个代码，让这个种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土地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可能是大家这个看到这个一个手机它有个芯片，看到电脑有个芯片，觉得那是真正的芯片，高科技。他看到我们这个了，都觉得这就是个水稻和大米，他就觉得这个很普通。其实它是一点都不普通，就是这个大米和普通的大米不一样。它这个种子，它刚才讲，它就是一个芯片，它里边所含有的这种你像这5万来个基因，另外含有的这个很多特殊的这种性状，都是通过一粒种子可以带到田间，带到这个生产中去。所以一粒种子呢，它其实是一个生物科技的一个载体，它是一个载体。能够把这个很多的我们的科研成果，我们的这个研究的一些技术，通过一粒种子承载下来，它是我们技术的一个结晶。所以现在你像包括海水稻就是这样，通过生物科技，我们把抗性和品质结合起来，既具有抗性，又能够生产出来美味、风味又好，又有功能化的这样一些水稻新品种。这就是一粒种子能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变化。其实说到这个生物育种啊，那您所在的这个基因组研究所，它的这个海水稻是一个王牌项目了，可以说。你觉得怎么让这个土地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关键是什么？关键我觉得还是科技要素，科技要素应该在第一位了。为什么总书记说我们要藏量于地和藏量于技？这个技术的这个升级和改造是提升我们粮食产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技术的升级会带来农业产业的这个变革。你像我们海水稻，它是我们这个水稻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水稻领域里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案例。原来我们国家包括这个国际耐盐碱水稻的品种耐到3%都已经是叫耐盐碱了，我们海水是30%的这个盐度。但是这个海水稻呢，它可以耐到6%以上，就等于是比原来的耐盐碱水稻的耐盐水平还提高1倍以上。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种植水稻的范围会大大扩大，因为我们国家有5亿亩的未利用的盐碱地。这就是我们海水稻的一个新的一个品系，就在前面这个实验地里边，我们有这个300多个这样的一个优秀品系。外表上看起来跟一般的这个稻子有什么不同？从这个稻穗上区别不是很大，但是从这个茎杆上会区别很大。这个海水稻的它是这个很强壮，抗倒啊、抗这种抗风啊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这是它的这个特性。它是有这个野生形状，它特别适合在这些盐碱地啊，在这些这个原来这是生态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生长。就像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啊，深圳耕地保有量任务虽然只占全国的10万分之2，但是我们却能在3万亩基础之上建起自己的这个种业硅谷。赵先生，你觉得我们靠的是什么？我认为几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深圳的这个政策的利好。对，就是深圳市政府的话，对于这个种业这一块呢，一直还是有出台很多这种扶持的一些政策。第二个呢，就是深圳的话，我们有这个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第三呢，就是深圳我们有很多这种科技创新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甚至高校。我觉得话就是有好的政策、好的人才好的企业产业链，我觉得可以支撑我们在深圳这块虽然不能做一产农业的这块土地上，反而我们可以在种业这块发挥我们的优势，在我们这个小规模、小面积上提升我们单亩的这个产值、单亩的这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代农业它对这个地理和空间的要求呢，实际上是在逐步放宽的。就是我们开始讲它对资源的要求是逐步放宽的，而且呢，我们讲就是现代的高新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它实际上是需要有承载主体的。那你芯片你最后承载，无论是你转化成算力，转化成这种人工智能，那你是一定是落实到一个特定的事务对象上去的。你可能比如说这个运用到这个现代的交通运输，无人驾驶的汽车，是吧？就是更快的手机，所以呢，技术它是要有一个物质的承载主体，我们叫做技物配套。如果说我们只有高新技术，那全部变成教科书，那么我觉得其实对人类的这种生活的提升价值并不大。但是我们深圳尽管是10万分之2的耕地面积，3万亩的这个永久基本农田，那么这样一个基本农田，如果说你要去和黑龙江和新疆去比种植面积，那肯定是比不了。但是如果你用这个3万亩去做新型的种植资源的这个研发
和技术的这个载体，我觉得它并不小。数据显示，全球有9.5亿公顷的盐碱地，如果其中1%的土地得到改良，每年将为全世界带来5000万吨的新增粮食。2018年以来，中国将国内的海水稻种植技术引入巴基斯坦、沙特、卡塔尔、埃及等多个国家，陆续获得大丰收。一粒来自深圳的种子，能够在新疆喀什那样的荒芜的一个盐碱地里长出稻谷，你觉得关键是什么？这是我们深圳帮扶喀什的这个领导，他们当时说：“哎呀，我们深圳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啊，有海水稻，能不能在喀什这么盐碱地上试种一下，看是不是能够长出来这个稻子？”所以当年就18年，我们就带了我们的这个6个品种到了喀什。我们分2个区域，一个是它这个中度盐碱的一个区域，原来也种粮食，也有种水稻，但产量就非常低，有上个这个200到300公斤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在不毛之地的一个盐碱地上，重度的盐碱地。重度盐碱地就是你看这个地下就是白白的一片，就跟下霜一样的白白一片，寸草不生了。这些地方我们在2个地方呢就开始试种，也没有改良啊，直接种6个品种。所以当年呢，在那个10月份了以后，我们一看。在这个重度盐碱地上了，我们也获得了产量也获得，那是也是请了我们国内大腕的这种我们这个科学家在现场去鉴定。另外就在那个中度盐碱地上就是我们说那个帕乡，它有1万多亩地的这个中度盐碱地，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获得了就450公斤以上的高产，就比当地原来的品种提高100到200公斤，这样产量。中度、重度的盐碱地都能够保证500公斤，每亩500公斤。400公斤以上是没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荒漠的这个盐碱地上，当年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收成，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效果。我们这个不管是从社会，包括是我们自己都很惊奇。包括在新疆、内蒙，包括山东、江苏、黑龙江都有这样的海水稻。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品种了，就是这种海水稻了，在全国12个省，12个省，33个这个我们叫不同的生态区，都是盐碱地的这样一个生态区进行了试种，而且是规模化的这样一个生产。现在我们的生产面积了超过了50万亩，说可以说是在水稻这个领域了，海水稻的这个推广和应用，是为这个水稻这个整个这个产业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种子呢被誉为农业的芯片，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子问题，多次做出了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强调要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国家安全。那这个种子之重到底是重在哪里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把种子跟芯片放到一起为什么会把这2个词放到一起？是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在 IT 行业，在通信行业正在经历芯片被卡脖子所带来的冲击。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中国的咱们的粮食安全，回到我们的政策，所谓中国碗装中国粮，所以我们就非常关心。那我们农业，我们粮食的芯片是什么？那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农业粮食的芯片就是种子。还有一组数据就是2021年，其实中国进口的这个农作物的种子大概是6.6万吨，而且这个数据还有在增长。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一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能够提前布局，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对于我们的粮食安全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种业相关的企业正在蓬勃的发展，未来我相信这个问题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的这个种子的自给率虽然不低，但是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子进口国像一些小麦，包括水稻这些第一二大口粮的这个种子，我们可以做到100%的自给，但是对一些高端种子，确实是需要依赖进口老百姓有一个普通的想法，就是我们从这个美国，比方说进口了高端种子之后，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是涉及到2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从技术上是不可行，技术上因为我们进口了大部分能够出口给你了，进口给你了都是不可复制了，就是我们叫杂交种，杂交种是不可再利用的，所以你明年你必须得重新买种，说这就是全世界的种子出口商所做的工作，就一定让你是持续的购买，因为它后代会产生很多分离，是不能留种。再一个从知识产权上讲，也不行，因为是知识产权，人家是这个品种，既然是成为一个品种，
它涉及到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都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们这个欣喜一点的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主要粮食作物种子完全自给，而且特别在水稻啊什么这些大宗的这个粮食作物上，我们还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在国际上。但是呢，我们一些高端种子，还有个别的一些种子，其实还是进口量还是比较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我们国内，还是要聚焦研究，聚焦到这个就痛点上，就这个行业痛点，哪一些是我们必须要加快速度，加强布局来解决的这些痛点问题。所以这是我觉得应该从政策是引导上，包括这个从这个行业支持上，我们来这个加速。来改变这种现状。其实种子之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这个阿根廷所经历的这些种子之痛，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启发吗？无论是种业芯片也好，还是种业的这个进口来说也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的竞争力和研发的竞争力。在农作物，尤其是植物方面，就是无性繁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对应的是知识产权侵权，这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芯片卡脖子，是我们不能制造，它包括了制造业的缺陷，同样也包括了前端的科技研发的缺陷。那么，把种业和种子的这个芯片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我们一定要在科技方面勇立时代潮头，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科技上领先，就不至于被别人去进行知识产权的这个起诉。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是无论是种业也好，还是整个社会发展也好，我们是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是要为人类这个提供更多更好的这个产品。所以呢，种业芯片的这样一个进步，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科技进步的一个投射。广袤田野上，年轻人大有可为。保障粮食安全，回答未来谁来种粮的问题，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多措并举，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种粮大军，自觉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使命担当。近年来，一大批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掌握了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粮食种植稳产增产的生力军。粮食安全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关系到人类永续发展和前途命运。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这既是中国人民自己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华文明作为唯一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这一粒米起了多少作用？在浙江上山遗址博物馆里，一粒小小的碳化稻米静静地躺在展柜中。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粒驯化稻米，也是全球最早的一粒米，距今已将近1万年。如今，水稻已经是世界上种植最广的作物之一，遍布世界5大洲，全球种植水稻面积达到1.6亿公顷，年产量达7.5亿吨，60%的世界人口以稻米为主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16个国际组织和机构共同发布的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59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81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地缘冲突、极端天气和经济问题是造成粮食危机的3大重要原因。在此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实际行动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在端牢自己饭碗的同时，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提供重要助力。中国早在2021年9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把粮食安全作为8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
过去6年，中国向30多个国家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中国还授人以渔，切实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自身保障能力。中国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农业技术1000多项，带动项目区农作物平均增产30%至60%。超过150万户小农从中受益，并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超过1.4万名杂交水稻专业技术人才。以太平洋岛国斐济为例，自2015年以来，中国先后实施了3期农业援助项目，通过技术培训、引进新品种、建立标准化稻田和推广高产栽培技术等方式，帮助斐济提高水稻产量。通过试种中国杂交水稻，产量可以达到斐济当地水稻品种产量的2至3倍。我们今天身处这样一片即将收获的稻田，在我们一粥一饭当中，蕴含很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包括来自国家的，也包括来自社会的，还有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那么对于人类来说，中国的农业的发展，从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开始，到现在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人类农业和人类的财富生产起到了很大的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海外的国家使用了中国的种源，比如说使用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的种子，那么使得单产呢出现了倍增，甚至有更高的这个产出的增长。包括使用中国的渔业的养殖技术，使得这些国家的民生福祉和农民收入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当中，汇集了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我们站在今天，面向未来，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的农业发展的阶段。我想，中国立足本国的实践，进一步拓展国际的视野，将会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将会为人类美好而灿烂的明天贡献更大的光和热。Hello, my name is Rida Arshad and I am from Pakistan. Currently, I am doing my doctorate degree from Agricultural Genomics Institute at Shenzhen. I chose to come to China, and more specifically Shenzhen, because of it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 have been here since last year, so I think being here I can learn more about technology and more specifically modern agriculture like vertical farming and precision farming. Food is a global issue nowadays, so I think with th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we can grow more and more crops, and we can cope with the issue of food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 think China is playing its part in the best way to cope with this challenge. 近年来，越来越多洋学生选择到中国学习农业技术，他们正在成为现代思路上的农业交流使者。My name is Alexander. I am from Malawi, a country which i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Africa. I have been dreaming to come to China. I have been willing to come to China to do my studies because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My program which I'm studying here actually is the agricultural entomology and pest control. Washi Bilal Ahmed from Washi Pakistan. Walai Chongwa Shuechi. Shanda Washi Buashi Ho. Wajueda Chongwashi how Pialang the Goja. Because China has very advanced i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e to this one, I come here. I came here to study this because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a agriculture. I'm in animal science. My name is Muvunyi Blaise Pascal. I come from Rwanda, and I'm a postdoc student. 来自卢旺达的布莱斯
目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博士后。这是他在华学农的第9个年头，同事们给他取了个接地气的中国外号，叫小明。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是一个内陆国家，距中国8700多公里。虽然卢旺达的支柱产业是农业和畜牧业，但是由于其境内土地贫瘠，在农业发展方面面临着无法突破的困境。近年来，通过学习中国经验，该国农业得到了发展。I cam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especially for my country, because Rwanda is quite a small country. We just have 1.4 million hectares of arable land, and the population is growing at a very high rate, 2.3%. So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high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that growing population has enough food to eat in the future. 2019年至2022年，布莱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钻研作物遗传育种。2022年12月，布莱斯完成了博士学位，进入了基因组所的优属团队。I was trained as a plant breeder, so I think I can contribute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ther companies, and I'm also working on extending the technology discovered here to Africa, so especially in Rwanda. 认识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目前有病毒、营养、饮用类似的问题，所以农民他们需要一些方法来解决那些问题。在布莱斯看来，在深圳学农的经历是特殊的，因为这里虽然没有农村，到处高楼林立，但这里有现代农业，让他感受到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之路。You know, there is limited land for agriculture in Shenzhen, right? However, at our institute, we are lucky, we are quite fortunat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Shenzhen and DAPANG has given us some land for experimental work. So for me, I can do my research in lab or on computer, and then I can go to the farm, to the experimental station, to do or to see how the results of the predicted results on my computer. Definitely, technology is taking over in agriculture, and we have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technology so that we can improve productivity of crops. For young people coming into agriculture, those new farmers, I would tell them technology can really work in agriculture. 那其实，在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不稳定、不确定的这种背景之下，很多外媒又找到了攻击抹黑中国的新角度。他们在这个报道当中呢，大肆的炒作说中国出现粮食危机了，粮食就快供应不上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中国到底有没有面对粮食危机？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大家都是说中国是农产品世界第一的农产品进口大国。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农产品进口大国是最近10来年的事情。在2014年以前，实际上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是美国，它是人均谷物的产量或者说人均粮食产量大概是1.3吨，中国我们才480公斤。就是农产品的进口，中国是4亿人，我们把大豆也算粮食的话，1亿多吨。日本是人口中国1/10，日本1.3亿人口。日本也要进5000多万吨粮食，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农业的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是释放和推动了全球的农业生产力。我国的粮食储备粮的这个量还是比较丰沛的，但是每年我国从国外进口的粮食确实达到1亿吨。我们进口那么多大豆，是不是很多都是用于饲料的？主要是用于饲料，主要用于饲料和少部分油料。所以说，我们现在核心的是有没有替代方案。
所以现在的你就包括我们这个马铃薯的种植，包括其他一些饲料用粮的这种开发和拓展，还有一些你像我们盐碱地的这个利用，都是找到了很重要的一些替代方案。如果我们有了替代方案，我们就进多少粮，我们心里都不会发慌，就不用担心这个粮食安全问题。那我们进口那么多的大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扩大产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是我们国家大豆呢，应该说我们这个产量水平呢还不太高，就和国外特别和美国的这些转基因这些大豆比，我们的产量呢还不是特别高，所以这样现在的就是培育，多康性，高品质的这种品种。高产量的品种实际上是最关键的现在的一个问题。还回到前面的话题，就是科技，要来通过科技的手段来实现我们国家大豆产业的一个升级。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你看，我们自己有一个项目组也在开始做这个大豆的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它产量呢会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如果有了这种品种的替代，农民的种植效益会提高，那我们的这个大豆的供应就不会成问题了。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习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当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个对我们有哪些鼓舞？我觉得农业强国的核心就是，首先是农业科技强国，这是应该放在这个最核心的位置上。科技是支撑我们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要素。现在我们搞这科技成果转化，我觉得核心就是要培育出来我们这个适合中国的一些最先进的品种，